你衣柜里那件曾经白得发光，如今黄得发慌的白衬衫，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？新买的白 T 恤穿了2个夏天，领口、袖口开始泛黄，洗衣液猛倒，使劲搓，搓到手都脱皮了。结果那片黄渍纹丝不动，仿佛在嘲笑你说：别费劲了，兄弟，我已经和纤维融为一体。你气得把它扔进洗衣机，加了双倍洗衣精，开了最强模式，转了1个小时拿出来一看，黄的地方还是黄的，白的地方反而更灰了。于是你把它塞进衣柜最深处，眼不见为净，告诉自己下次再也不买白色衣服了。可问题是，你忍得住吗？白色永远是衣橱里的顶流，白衬衫、白 T 恤、白裙子，穿上去清爽干净，拍照自带滤镜，每年夏天你都会忍不住再买一件，然后每年秋天你又会面对同样的噩梦，这个循环，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经历。而最让人抓狂的是，你把同样那件衣服送去干洗店，人家还你的时候白得跟新的一样，你问他怎么洗的，他笑而不语，收你150。你再问，他说这是专业技术，可真的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专业技术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秘密，而且我保证，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发现答案简单到让你想骂人。但在揭秘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，白衣服到底为什么会变黄？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，背后的科学却精彩到可以写一篇论文。首先，你要知道，你的白衣服其实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白色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穿的白色衣物，无论是棉、麻还是化纤，它们的纤维本身其实是略带米黄色的。那为什么你在商场看到的白 T 恤白得那么刺眼？因为生产商在染整过程中加入了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东西。这玩意儿的原理非常巧妙，它能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光，然后把它转化成可见的蓝紫色光发射出来。蓝紫色光叠加在微黄的纤维上，视觉效果就是一片耀眼的纯白。所以严格来说，你买到的那件新白 T 恤其实是一件微黄的衣服，加上一层光学幻术。问题来了，荧光增白剂不是永久的，每洗一次，每晒一次太阳，这层光学幻术就会被削弱一点。洗了20次以后，增白剂几乎消耗殆尽，纤维本来的微黄色就开始暴露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衣服越洗越黄，其实不是衣服变黄了，而是它的美颜滤镜被洗掉了。你看，第一层真相就已经够颠覆认知了吧？但这只是开胃菜。第二个让白衣服变黄的大魔王叫做氧化反应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苹果切开放一会儿就会变褐色，铁钉放在外面会生锈，这些都是氧化反应。你的白衣服每天都暴露在空气中，纤维里的有机分子会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缓慢反应，生成一种叫做醌类化合物的东西。这类物质呈现黄色或褐色。棉质衣物尤其严重，因为棉纤维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，纤维素里面含有大量的羟基，这些羟基特别容易被氧化，所以你衣柜里放了一整年没穿的白衬衫，拿出来发现黄了一圈，不是因为脏了，而是因为它在衣柜里安安静静的被氧气侵蚀了一整年。第三个，凶手更加隐蔽，就是你自己的身体。没错，你的汗液、皮脂、角质碎屑，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悄悄渗入衣物纤维，尤其是领口、腋下和袖口，这几个部位是皮脂腺最发达的区域，分泌的油脂和蛋白质会深深嵌入纤维结构中。这些有机物质在高温、紫外线或者微生物的作用下，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，最终变成顽固的黄色沉淀物。这就是为什么黄渍总是出现在领口和腋下，而衣服的前胸后背反而还好，因为那里皮脂分泌相对较少。更可怕的是第四个凶手，很多人完全不知道，就是你的洗衣液本身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市面上大部分洗衣液都含有表面活性剂，这些活性剂的工作原理是把油脂从纤维上剥离下来，溶解到水中带走。但如果你洗衣液放太多，或者冲洗不够彻底，多余的表面活性剂就会残留在纤维上，这些残留物在空气中氧化以后，同样会变成黄色。也就是说，你越想把衣服洗干净，洗衣液倒得越多，
反而可能让衣服黄得越快，这简直是一个越洗越黄的死亡螺旋。还有第5个杀手，阳光。你可能以为把白衣服拿去太阳底下晒一晒可以杀菌美白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紫外线会加速纤维的氧化和降解，让黄变反应更加剧烈，尤其是在烈日下暴晒超过2-3个小时，纤维表面的化学键会被紫外线打断，产生更多的发射基团。这就是为什么晒完衣服的时候看起来白了一点，但过几天你就会发现它比以前更黄了。短期美白，长期致黄，紫外线就是这么阴险。好了，搞清楚了敌人是谁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反攻了。接下来就是干洗店老板打死不想让你知道的核心秘密。先说干洗店用的是什么方法。很多人以为干洗就是不用水洗，用的是某种神秘药水。确实，干洗的核心溶剂通常是四氯乙烯，它能溶解油脂，但不会让衣物缩水变形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，四氯乙烯主要处理的是油脂类物质，对于氧化型黄质，它的效果其实很有限。那干洗店是怎么把黄质去掉的？答案是，他们在干洗之前或之后会额外进行一道湿处理工序。没错，所谓干洗去黄质，很多时候压根不是干洗去的，而是靠湿处理的秘密配方。这个配方说穿了，核心成分就是那几样东西。第一样，过碳酸钠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其实你在超市就能买到，它的商品名叫氧系漂白粉或者彩漂粉。过碳酸钠溶于水以后会释放出活性氧，也就是过氧化氢，俗称双氧水的表氢。这些活性氧分子会钻进纤维深处，和那些发黄的醌类化合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把黄色的发射基团打碎，还原成无色的小分子。整个过程就像派了一支微型拆迁队，把黄质的分子结构一块一块拆掉，直到它完全透明。而且过碳酸钠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它是氧系漂白，不是氯系漂白。氯系漂白就是我们常说的84消毒液，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，它确实能漂白，但杀伤力太强，会严重损伤纤维结构，让衣服变薄变脆，甚至把白色飘成诡异的粉色或淡紫色。而氧系漂白的活性氧温和得多，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，几乎不会损伤纤维。干洗店里那些老师傅90%以上用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一勺过碳酸钠，成本不到1块钱，收你150，这就是人家不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。第二样秘密武器是温度。你在家洗白衣服的时候，是不是直接用冷水或者常温水？这就错了。过碳酸钠在低温下释放活性氧的速度非常慢，效果大打折扣。干洗店的湿处理通常会把水温控制在40到60度之间，这个温度区间是活性氧释放的黄金温度。太低了反应不充分，太高了活性氧会瞬间大量释放，来不及和黄质反应就跑掉了。而且高温本身也会让蛋白质类污渍凝固，变得更难去除。40到60度，记住这个数字，这是第二个秘密。第三样，浸泡时间。干洗店处理顽固黄质的时候，通常会让衣物在过碳酸钠溶液中浸泡1到4个小时，有些陈年黄质甚至会泡过夜。活性氧需要时间慢慢渗透到纤维深层，和黄质分子充分接触，充分反应。你在家洗衣服，搓2下就冲掉，活性氧连纤维表面都还没渗透进去，当然没效果。所以耐心是第3个秘密。就这3样，过碳酸钠加温水加时间，构成了干洗店去除黄质的核心方程式。操作方法简单到令人发指，在脸盆或者水桶里倒入40到60度的温水，加入1到2勺过碳酸钠，搅拌溶解，把发黄的白衣服完全浸入水中，确保黄质部位被充分浸泡，然后盖上盖子或者保鲜膜保温，静置2到4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拿出来正常清洗晾干，你会发现黄质已经神奇的消失了大半，严重的可能需要重复1-2次，但基本上都能搞定。但且慢，故事还没完。如果只告诉你过碳酸钠就结束，那这支影片也太对不起标题里的陈年黄质4个字了。对于那些放了好几年，黄到几乎变成复古色的衣服，我们需要更猛的方案。这就要请出第2位大佬了。
小苏打加白醋。这个组合听起来像是厨房里的东西，而且你可能在各种生活小妙招里见过它无数次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大部分人都在犯的致命错误。很多教学影片会告诉你，把小苏打和白醋混在一起，倒在衣服上。拜托，千万别这样做。小苏打是弱碱性，白醋是酸性，两者一混合就会发生中和反应，花花冒泡，看起来很有科学感，但实际上它们已经互相抵消了。最后你得到的只是一盆盐水和二氧化碳气泡，去污能力约等于0。正确的用法是分开使用，先用小苏打。小苏打学名碳酸氢钠，溶于水后呈弱碱性，碱性环境能够软化和分解油脂类污质，尤其是皮脂。你可以把小苏打含少量水调成糊状，涂抹在黄质部位，轻轻揉搓，让它渗入纤维，然后静置半小时到1小时。之后冲洗干净，再进行第二步，把衣服浸泡在加了白醋的温水中。醋酸能溶解一些矿物质沉积和洗衣液残留，同时软化纤维，恢复衣物的柔软度。两步分开操作，效果远远好过混在一起。不过说实话，小苏打加白醋这个方案对付轻度到中度黄质还行，对付真正的成年老黄就力不从心了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几个真正的核武器级方案。这些方法有些是从纺织化学文献里翻出来的，有些是从老裁缝师傅那里学来的，保证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。核武器1号，双氧水加小苏打加洗碗精的3合1配方。具体做法是这样的，取半杯35度左右的双氧水，也就是药房里买的那种 3% 浓度的医用双氧水，加入2勺小苏打和几滴洗碗精，搅拌均匀。双氧水提供活性氧，直接氧化黄质，小苏打提供碱性环境，加速反应。洗碗精作为表面活性剂，帮助溶液渗透到纤维深处。这三者配合，等于是从3个不同方向同时进攻黄质。把这个混合液直接涂在黄质上，用旧牙刷轻轻刷匀，然后让衣服在阳光下晒1到2小时。注意，这次是要晒太阳的，因为紫外线虽然会加速纤维氧化，但同时也会催化双氧水分解，释放更多活性氧，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超强的氧化环境，把黄质彻底摧毁。这就是以毒攻毒的策略，短时间的紫外线暴晒配合双氧水，去黄效果远远强于单独使用任何一种。晒完以后正常清洗就好。核武器2号，阿司匹林泡腾法。没错，就是你家药箱里治头疼的那个阿司匹林。阿司匹林的化学成分是乙烯水杨酸，溶于水后会释放水杨酸。水杨酸在化妆品界是大名鼎鼎的去角质成分，它的分子结构能够钻进有机沉积物的内部，从里到外把它瓦解，用在衣物上原理一模一样。把5到6片阿司匹林碾碎，溶解在2升温水中，把衣服泡进去3到4个小时，然后正常清洗。这个方法对蛋白质类黄质特别有效，比如汗质含皮脂质，因为水杨酸对有机蛋白质的降解能力非常强。核武器3号，柠檬汁加盐巴日晒法。这个方法古老的令人难以置信，据说欧洲中世纪的洗衣服就在用。把新鲜柠檬汁挤在黄质上，然后撒上一层细盐，放在太阳底下晒干。柠檬汁里的柠檬酸是一种有机酸，能溶解矿物质沉积，而盐巴的结晶体在日晒蒸发过程中会产生轻微的研磨效果，帮助松动纤维中的污质颗粒。同时，柠檬酸在紫外线催化下会和黄质发生光化学反应，进一步分解发射基团。这个方法对棉麻材质特别有效，而且完全天然无化学添加。如果你是成分党，这个方法绝对适合你。核武器4号也是压轴的煮白法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狂野，但在纺织工业里其实是最经典的漂白工艺之一。准备一口大锅，装满水，加入2到3勺过碳酸钠和几片柠檬切片，大火煮沸后转小火，把白衣服放进去，保持微沸状态煮15到20分钟。高温会大幅加速活性氧的释放和渗透速度，让氧化还原反应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效率。柠檬片额外提供柠檬酸辅助去除矿物质沉积。煮完以后捞出来自然冷却，再正常清洗。
这个方法对纯棉和纯麻材质的效果堪称恐怖，基本上放了5-6年的成年黄质都能搞定。但注意，这个方法只适用于纯棉和纯麻，化纤材质含有弹性纤维的衣物，有印花或装饰的衣物，千万不能煮，会变形或损坏。说完了这些核武器级方案，我们再来聊聊日常防护。因为比起事后补救，预防黄变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。第一，洗衣液一定要适量。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多放点洗衣液才洗得干净，但事实是，超量的洗衣液冲洗不干净，残留在纤维上反而会加速发黄。每次洗衣服，按照洗衣液包装上的建议用量来放，甚至可以略少一点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在最后一次漂洗的时候多加一轮清水冲洗，确保没有残留。第二，晾晒方式很重要。前面说过，长时间日晒会加速纤维氧化。白衣服最好的晾晒方式是在通风的阴凉处自然阴干。如果一定要晒太阳，控制在1到2个小时之内，而且最好翻面晒，让衣服的里面朝外。这样即使有轻微的紫外线损伤，也是损伤里面而不是外面。第三，存放也有讲究。白衣服如果一整个冬天都不穿，存放之前一定要彻底洗干净，彻底晒干或烘干。任何残留的汗渍、皮脂或者洗衣液，在长期存放过程中都会慢慢氧化变黄。洗干净以后，用干净的白色棉布或者无酸纸包裹，放进衣柜。有些人喜欢用塑胶袋密封，但塑胶袋不透气，里面的湿气出不去，反而容易滋生霉菌。白色棉布透气，又能隔绝灰尘，是最理想的存放材料。第四，分类洗涤。白衣服永远要和其他颜色的衣服分开洗。你可能觉得深色衣服才会染色，浅色的应该没问题吧？不是的，即使是米色、淡粉色、淡灰色，在洗涤过程中都可能释放出微量的染料分子。这些染料附着在白衣服上，日积月累就会让白色发灰发暗，所以白的就是白的，其他颜色再浅也不要和白衣服混洗。第五，每隔3到5次常规洗涤就做一次。保养性漂白方法很简单，用过碳酸钠的温水溶液浸泡半小时到1小时，然后正常清洗。这等于定期清除纤维中刚开始积累的氧化物和残留物，防止它们越积越多，最终变成顽固黄质。这就像你定期给车做保养一样，小维护避免大修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。衣服为什么发黄？5大凶手：荧光增白剂流失、纤维氧化、人体皮脂汗渍、洗衣液残留、紫外线损伤。怎么去除黄质？从温和到强力的方案依次是：过碳酸钠温水浸泡法最为基础也最为实用，小苏打和白醋分布法适合轻度黄质，双氧水3合1配方适合中度黄质，阿司匹林泡腾法专攻蛋白质类汗渍，柠檬盐巴日晒法天然环保，煮白法则是终极核武器。怎么预防？洗衣液适量，阴凉处晾晒，干净后密封存放，把衣服单独洗，定期保养性漂白。但最后我还想多聊几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的迷思。迷思一：84消毒液能美白衣服吗？能，但代价极大。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次氯酸钠是强氧化剂，确实能把黄质漂白，但它同时也会严重损伤纤维结构。用84消毒液漂白过的衣服，摸起来会变得粗糙、干硬，强度明显下降，几次之后就可能出现破洞。而且氯系漂白有个很奇怪的副作用，它会让纯白棉布泛出一种诡异的淡粉色或淡紫色，原因是次氯酸钠和棉纤维中的某些微量杂质反应生成了有色化合物。所以除非是马布或者床单这种你不在乎手感的东西，否则不建议用84消毒液漂白衣物。迷思二：漂白水和彩漂是一回事吗？完全不是。漂白水通常是氯系漂白剂，也就是次氯酸钠，而彩漂通常是氧系漂白剂，主要成分就是我们说的过碳酸钠。两者原理不同，效果不同，对衣物的损伤也不同。如果你去超市买漂白产品，一定要看清楚成分，认准过碳酸钠或者活性氧字样的氧系漂白产品，这才是安全又有效的选择。迷思三：白衣服能用热水洗吗？要分情况，如果是血渍、奶渍、蛋液这类蛋白质污渍，
绝对不能用热水。蛋白质遇高温会凝固，就像你煎鸡蛋一样，蛋白质一凝固就会牢牢锁在纤维里面，变成顽固污渍。所以蛋白质类污渍一定要先用冷水冲洗，把大部分蛋白质冲掉以后，再用温水配合洗涤剂清洗。但如果是普通的灰尘、泥土或者油脂类污渍，温水效果确实比冷水好，因为温度可以加速表面活性剂的溶解和渗透效率。迷思是，白醋可以代替柔顺剂吗？某种程度上可以。白醋里的醋酸能中和洗涤剂残留的碱性物质，让纤维恢复到接近中性的酸碱值，摸起来就会更柔软。而且醋酸还能溶解自来水中的钙镁离子沉积，也就是水垢，让衣物不会因为硬水而变得僵硬。在最后一次漂洗的时候加入半杯白醋，效果和柔顺剂类似，但没有化学香精和增稠剂的残留。唯一的缺点是刚洗完会有一点醋味，但晒干以后就完全没有了。迷思5也是最多人问的，市面上那些一泡就白的网红去渍产品到底有没有用？有用，但很多都用了不该用的东西。你仔细看那些产品的成分表，很多会含有联2亚硫酸钠，这东西是一种强还原剂，确实能让黄渍瞬间消失，效果立竿见影，拍短影片特别好看。但问题是，联2亚硫酸钠在分解过程中会释放二氧化硫，也就是酸雨的主要成分之一。你在密闭的浴室里使用，吸入二氧化硫对呼吸道是有刺激性的。而且这种强还原剂虽然去黄效果好，但对纤维的损伤也不小，长期使用衣服寿命会大幅缩短。所以如果你追求长久且安全的去黄方案，还是老老实实用过碳酸钠，效果稳定，安全可靠，成本极低。说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？人类的洗衣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和氧化斗争的历史。最早的人类用河水搓洗兽皮，后来发现草木灰，也就是碳酸钾，能去油脂。古埃及人用天然泡碱，也就是碳酸钠，清洗亚麻布。古罗马人甚至用发酵的人类尿液来漂白衣物，因为尿液中的尿素分解后会产生氨，氨是一种碱性物质，能分解油脂。到了中世纪，欧洲洗衣服发现把衣服摊在草地上，让露水浸润，让阳光照射可以变白。这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氧系漂白，因为露水中溶解了微量的过氧化氢，而阳光中的紫外线催化了这个反应。再到18世纪末，法国化学家贝托莱发现了氯气的漂白作用，开启了氯系漂白的时代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，次氯酸钠都是最主流的漂白剂，但人们逐渐发现它对纤维的损伤太大，于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，氧系漂白剂开始崛起，过碳酸钠成为了新时代的漂白之王。从草木灰到泡碱，从尿液到氯气，从氯系到氧系，人类花了几千年绕了一个大圈，最终回到了温和氧化这条正确的路上。你看，洗衣服这件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小事，背后竟然藏着这么丰富的化学原理和历史故事。而干洗店老板收你150，用的不过是几毛钱的过碳酸钠和一盆温水，这不是什么高深技术，这就是资讯差带来的暴利。今天你知道了，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为一件白 T 恤交这笔智商税了。最后再给你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省心的日常方案，去超市或者网络上买一包过碳酸钠，通常1公斤只要10几20块，能用大半年。每次洗白衣服的时候，在洗衣机里正常放洗衣液的同时，额外加入1勺过碳酸钠，水温设定在40度左右。如果你的洗衣机有温水功能的话，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你的白衣服就能长期保持白净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浸泡或特殊处理。等到某件衣服真的出现了明显黄渍，再拿出前面说的那些核武器方案，对症下药就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回顾一下，白衣服发黄有5大原因，去除黄渍有6大方案，从温和的日常维护到终极的主白法，预防黄变有5大原则。而所有这些方法的核心，归根结底就是3个字：活性氧。记住它，你就掌握了对抗黄渍的终极武器。下次你去干洗店，老板神秘地跟你说这是专业技术的时候，你可以微微一笑，心里默念：
不就是过碳酸钠加温水吗？你收我150，我回家5毛钱搞定。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也是省钱。